之前美国新任总统川普表示想要买下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还警告丹麦不能不卖。这就让我们很好奇哦，在现代还可以这样子跟其他国家买土地的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1月初呢，川普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出于经济安全、保护自由世界等需求，称美国必须要买下格陵兰岛。同时呢，也说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更表示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夺取这2个地方。此话一出呢，瞬间引发了国际舆论，不少人看完都想说什么要开战了吗？而欧盟国家听完川普的话，也整个紧张了起来，纷纷连忙跳出来阻止。另外呢，也有不少的外媒对于川普的狂言给出负评，例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呢就发声批评川普的言论是离谱。文章还提到，这些话可能让习近平对于台湾的野心更强，甚至等于给了中国一张犯台许可证。不过，即使是这个样子川普还是表示相信丹麦会让美国买下格陵兰岛的。格陵兰岛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何川普想买下它？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喜欢牛奶浓郁口感又担心乳糖不耐吗？快来试试欧赛的燕麦奶。欧赛是风靡亚洲的燕麦奶品牌，受到了很多知名咖啡店以及手摇饮品牌喜爱，是取代牛奶的好选择。欧赛选用烘烤燕麦熬煮，完全不添加香料、乳化剂以及防腐剂，真材实料，喝起来香浓顺口，让很多人克服对于植物奶的恐惧。除此之外呢，欧赛燕麦奶呢采全植物成分又特别添加钙质，不只让素食族群安心饮用，一般人呢也能够轻松的补充跟牛奶相当的钙含量。现在 7-Eleven 还可以买到欧赛口袋瓶。3月4日前，原味燕麦奶第2件5折，可可燕麦奶有组合餐的优惠，快到 7-Eleven 手刀结账吧。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这一次的主角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位于北极，80% 的领土被冰雪覆盖，它是世界上面最大的岛屿，面积是英国的10倍大，同时也是世界上面人口最少的地区。岛上呢大约只有5.6万人，大部分呢是因纽特人。那从1775年开始，格陵兰就成为了丹麦的殖民地，而现在则是丹麦的自治领土。1979年呢，格陵兰举办全民公投，正式成为自治省，所以现在格陵兰有自己的自治政府跟议会，但国防跟外交等事务还是由丹麦负责。而在经济方面呢，格陵兰大部分仰赖渔业，剩下靠丹麦补助为生。不过别看这么大的一座岛，没什么人，只有白茫茫一片。格陵兰呢，可是丹麦还有美国军事基地的所在地。而且对于美国来说，格陵兰岛的战略地位格外的重要，重要到呢，美国有好几任总统都想要买下这座岛。格陵兰岛是美国军事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所在地，对美军呢还有这个美国弹道飞弹预警系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多重要呢？丹麦皇家国防学院副教授马克雅各布森表示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发射导弹，北极和格陵兰就是飞弹进攻的最短路径，所以格陵兰岛的位置呢，对于美国来说非常的关键。而且以整个地理位置来看，格陵兰岛靠近北美洲，是北美出发前往欧洲的最短航线。它的首都努克呢，相较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距离美国纽约更近，所以不管是战略还是地理位置格陵兰岛跟美国的关系都很密切。再来呢，根据北极研究所的报道近年来呢，中国跟俄罗斯已经开始增强在北极的军事能力。例如呢，在2018年，中国就发布北极政策，想要建立北极丝路，而且呢，就算距离北极约1500公里，也要参一脚，自称是邻近北极国家，展现出想要把手伸到北极区域的野心。同年呢，俄罗斯也在北极建立了3叶草基地，还延长了基地内的跑道，多扩增了1000公尺，让美国不得不留意中俄在北极的势力。那除了军事需求之外格陵兰岛上面丰富的天然资源，对于美国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根据《华尔街日报》，全球气候变迁导致北极的冰层融化，除了开启新航道，也让不少稀有的矿产更好开发。因此，位在北极地区的格陵兰自然也成为了重要门户之一。
举例来说呢，格陵兰岛拥有全球储量最高的稀土矿，对于电池还有高科技等设备制造非常重要。那因为根据2022年的资料，美国大约有80%的稀土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如果美国能够拥有这些稀土资源，就有机会减少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另外呢，岛上还有油气啊、矿产等资源，对于美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也都有重要的帮助跟价值。那总结来说呢，因为上述这些军事和天然资源的需求，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任美国总统都曾经试图控制格陵兰岛。例如1946年杜鲁门总统就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向丹麦开价1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2亿美元，想买下格陵兰岛，但遭到丹麦政府的拒绝。而川普本人呢，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就提出了想要买下格陵兰岛的想法。2019年的8月，川普向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有意买下格陵兰岛。消息一出，丹麦还有格陵兰政府呢，都火速表示不会卖岛，岛是非卖品等等的言论。而且当时也是现任丹麦总理的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呢，还斥责川普的言论荒谬，让川普气得取消对于丹麦的国事访问。后来呢，在去年年底川普担任了新任的美国总统之后，又再一次提起了买下格陵兰的提议。不久后呢，就有消息传出，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川普呢，正在飞往格陵兰进行私人的行程。虽然行程当中没有公开跟政府的官员见面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代替川普先跟格陵兰岛接触的秘密行程。然后到了今年的1月初，川普又重申了买岛的想法，这一次呢还更强硬的说，如果丹麦不同意，他将对于丹麦寄出高额的关税，同时还表示无法承诺不会动用军事胁迫进行。这话一出呢，马上被外界解读成川普不排除以武力取得格陵兰岛，引发了轩然大波。英国政治学教授表示若川普真的出兵，有可能在24小时内就拿下格陵兰。因为面对美国的压倒性军事实力，丹麦在国防上面明显的处于劣势。根据报道呢，丹麦的国防预算约为99亿美元，跟美国的9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相比，相差超过90倍。而且丹麦的现役军人呢只有1.7万人，近期还捐给乌克兰大部分的重型军事装备，让岛上的防御力量比平常还要薄弱。因此，丹麦的战略智库专家也指出，川普若强取格陵兰岛，那这可能会是世上最短的战争。另外呢，针对川普能不能够靠高关税胁迫丹麦妥协卖岛，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析。但有报道指出，加征关税可能会对于丹麦的经济影响有限，因为丹麦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不高，反而是美国市场对于丹麦的商品有蛮重要的需求。例如美国呢，约有74% 的胰岛素就是从丹麦进口的，所以如果美国调高了关税，可能会对于丹麦制药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如果药品价格上升呢，成本反而更可能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身上，让他们成为了替罪羔羊。那话说回来，丹麦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一切的呢？面对川普的狂言呢，丹麦的总理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属于格陵兰人民，只有当地人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过有趣的是，这次弗雷德里克森呢，并没有像之前的前几年一样激烈的批评川普，反而表示丹麦呢需要跟美国这位北约盟友密切的合作。另外，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呢，则是说格陵兰可能独立，但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联邦州。那他会这么说，是因为2战之后格陵兰人的民族意识升高，独立的意愿跟呼声逐年增加。再加上呢，根据2009年格陵兰自治法，格陵兰岛呢只要得到丹麦的认可跟支持，有选择独立的权利。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格陵兰人可能更倾向独立，不会想要变成美国的一部分。而这个说法呢，也跟格陵兰官方的回应一致。像格陵兰总理艾格德呢，已经表态说格陵兰无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近期也会加快推动独立公投，但欢迎美国投资格陵兰的采矿业，在防御领域合作上面呢，也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过当地居民却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觉得格陵兰岛呢是非卖品，对川普的狂言感到冒犯，但也有人说川普只是讲话比较夸张不认为他会真的以武力来占领格陵兰岛。或是也有人表示，跟美国这种强国结盟呢，对于格陵兰岛来说是有利的等等。整体看来呢，丹麦跟格陵兰本身的回应还是倾向先不要，但希望呢能够继续的跟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过其他国家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冷静了。一听到美国可能有不排除武力取岛的想法，不少欧盟国家都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来连忙阻止。首先呢是德国总理肖兹，在事发不久之后呢就召开紧急记者会，指出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法国外交部长也表示欧盟不会允许世界其他国家攻击其主权边界。那这个意思是说呢，如果川普真的想要开战抢夺格陵兰，欧盟不会坐视不管的。那也有外媒的报道分析质疑川普这些言论会让世界的局势更加的动荡。
像是外媒 CNBC 呢就报道说，美国这种试图损害他国主权、展现领土扩张野心的行为，可能会被其他的国家用来当作借口合理化自己的侵略行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呢，更是大力的批评这个川普的言论愚蠢又鲁莽，令人难以置信。还提到，未来一旦中国对于台湾有所行动，美国将会没有立场提出抗议，因为美国自己都计划强夺他国领土了，到时候还能够拿什么理由阻止中国犯台呢？那除了质疑跟批评的声音也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有些分析认为呢，川普类似买下格陵兰、收回巴拿马运河之类的超狂发言很多时候并不是真心想要这样做，而更有可能呢是在做策略性的施压。像 CNN 的报道就分析说，川普这些狂言在现实当中实现的可能性都不大，光是经济成本还有国际舆论，会让美国自己也碰得一鼻子灰。因此呢，分析认为川普真正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创造更多的谈判空间，争取更有利的交易条件，例如试图降低美国船只通过运河的通行费，或是获取这个美国对于格陵兰稀土矿产还有极地冰层融化后的这个新航道的使用权等等。不过就目前而言呢，川普还是对外表示他相信丹麦会买单他的提案，还说呢美国有必要控制格陵兰岛才能够确保国际安全。至于会不会有后续的行动呢，全世界都还在密切的观察当中。这次看到川普的新闻，一开始我们当然也是觉得蛮讶异的，但以目前的资讯来看，我们确实是倾向于觉得这次应该也只是川普的谈判策略不见得真的有想要怎么做。因为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这种做法也非常的常见，常常会喊出一个看起来很狂的说法，但只要能够换得到川普想要的某些利益，最后也不会真的发生。最近的例子可能就是对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关税战。川普呢本来是闪电发动要课税25%，但是当墨西哥跟加拿大表示加强边境执法的时候，他很快的就宣布暂缓执行，重新谈判。不过即便是谈判策略我们觉得从格陵兰人的角度而言，这次提到的武力夺岛买下整个岛屿这类关键字的时候，一定难免会觉得蛮有危机感的。因为如果美国真的想要这么做，格陵兰岛跟丹麦作为相对弱势的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抵抗的。那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够阻止这种行为，那么未来其他强权也有可能用类似的方式进行施压或者是试探，而这样的影响范围可能就不只是格陵兰而是全球的地缘政治秩序。那当然也有可能包含了台湾。当然了，这个呢是我们比较远的假设跟猜想，目前川普的下一步是什么也还没有定论，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关注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大家你觉得川普想买下格陵兰岛是认真的吗？感觉是认真的川普都说过好几次了，不应该是随便说的川普常常口出狂言嘛，感觉也不用太认真。自己不太确定觉得可能会想要买，但应该不会真的出兵强去。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川普想买格陵兰岛。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川普 2.0 以及北约是什么组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